一只猫就让你看清一个人，而看清一个人就改变了你的一生，因为你选择了你的另一半嘛。那这个另一半是要陪伴你一生的。欢迎雪伦师母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雪伦师母啊，我今天特别想跟您聊的，其实呢有一个话题，我们就觉得说，人类好像跟宠物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这样的连接。今天呢，就想请雪伦师母你来聊一聊，跟我们大家，就是你怎么来看待养宠物这个话题？我也来分享一段上帝透过宠物跟我之间的互动，透过宠物来让我认识他。我觉得上帝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他也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身边的物、身边的人、身边的环境来对我们说话。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个独特的。那我们的宠物是我们爱的。我觉得关系不是只是限于在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上帝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来对我们说话。为什么很有意思？因为养宠物是因为他们爱宠物啊，养宠物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经历那个破碎家庭哦，那个爱是扭曲的。我觉得人的爱不可信任我觉得宠物的爱比较，它是忠心的，它不会背叛我，它也不会打我，它也不会离弃我。因为这个扭曲的爱反而这个对于养宠物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个心理的支持。所以上帝透过这个经历来让我去看到他的爱，这个经验是很奇妙的，让我去体会到神不只是一个远在天边的神，他也是一个近在身边的。那我相信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独特，然后透过这个很独特的故事，甚至是我们跟宠物之间的故事，可以诉说一个有恩典、有怜悯、充满爱跟希望的故事。那你觉得这个宠物在你的生活，我不知道你养的是什么动物啊？我养的是猫，狗要遛，你知道吧？养狗比较麻烦，而且味道大。养猫我觉得可以陪我睡觉，可以陪我陪伴，对，它就是陪它，而且猫跟我个性很像，猫很有个性，你不能强迫它跟我很像。然后猫又安静，如果你选到对的猫，猫是可以很安静、很撒娇的。那你养了很多年猫吗？我养了很多年的猫。那你就是在养猫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了神。那我就想说，你怎么能够在养猫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神，它是能够近在身边的呢？因为动物是比我们更低等嘛。这要回到我当年怎么样开始养猫的哦。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大概是5、6年级吧，然后家里有老鼠，然后我爸爸呢就从邻居家带了一只刚出生不久2个月的小猫回来，盼望它能够抓老鼠啊。那小猫还小，当然不会抓老鼠嘛。后来又再加养了一只，那2只是没有品种的猫啊，一般的猫，一只黑白色，一只黄斑纹，橘黄色的。养了一阵子以后，发现我们不会养猫啊，猫咪会偷吃东西，老鼠也没抓到啊。那尽管我很喜欢猫，但是我爸爸就觉得这猫咪没有用，只会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猫砂盆也不晓得用高一点的，所以那个猫砂就撒得到处都是，我们没经验，所以呢，我爸就不愿意养了。他怎么处理呢？他就是有一天把我们在去学校的过程中开着车，开到一半，他就摇下窗户，把2只猫带着，就开到一半停下来，把2只猫往窗外一丢，然后就继续走了，把我们送到学校去。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就很伤心啊，那一天都没有办法好好上课，对不对？回来的路上就一路回来找啊的，然后就找到了其中一只，然后就把它带回来藏着。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家嘛，不可能藏得住太久。后来我爸又发现了，这次他把它丢了，就没有带我们去，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那这是一个很伤心的经验，对吧？那我看到我父母的价值观，就是你没有用，我就要把你抛弃了再加上我们家是4个都是女生，最后一个又生到女生的时候，
我爸也不喜欢了，就让他送养。所以我一直都有那种心理上的压力跟威胁，说如果你女生没有用，我只是刚好我是老二，没有弃养到我而已，你知道吗？所以在那样子的家庭环境，说实在话，对我有一个很深的影响。后来我意识到有一个内在的誓言，我对我自己发誓了，从以后我要养一只我自己的猫，没有人可以逼我抛弃它，没有人可以逼我放弃我的猫。我要等我有独立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能够做我自己的主。后来呢，我到大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朋友家看到他们有一只白色的猫，很可爱。然后我就开玩笑就说，如果他生了小猫，你一定要给我留一只啊。然后他就好答应我啊。结果1年或2年，我一次过年去他家玩，发现他真的生了7、8只小猫。然后我就跟那个主人讲说，你记不记得你1、2年前答应我的哈？他就说，哎呦，对，想起来了。其实他已经把这7、8只猫都分配好了，这个是谁的，这个是谁的。但我也很感谢他，他为了遵守他的承诺，硬是把1只猫给拉回来，然后我也花钱，那时候台币6000块，我记得把它买回来，2个月，一只白色的波斯猫，很可爱，眼睛是蓝色的，长大以后眼睛就变黄色的，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可是没有关系，对不对？对我而言，那个猫就是我的家人，心灵的这个一个支持，一个爱的支撑点它就一路就陪伴我，陪伴到我认识田传道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认识牧师的时候是吗？对，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说实在话，身边有很多其他的追求者。那那时候只是把他当朋友，因为你是传道人嘛，我也没打算做师母，你又打算出国，所以我觉得跟他没可能，对吧？就只是朋友而已。然后刚巧那个时候，我因为长了一个瘘管，身体长了一个瘘管，需要一个紧急的手术，所以我就住院啦。那我追求者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医生，非常的体贴，然后就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单人的套房，然后还给我暗示啊，如果你愿意用我眷属的身份来登记的话，其实还有折扣的啊。哇，那个时候节目是压力很大，那时候身为他只是朋友，连男朋友都不是，没有反对机会，所以他的竞争压力挺大的。那我就觉得很妙，当我住院的之前那个医生，因为他帮我安排住院的嘛，他认识嘛，他就带我先去吃饭。然后呢，聊着聊着，我突然想起他才告诉我说，不久前刚买了一只名种的小猫养着。我对猫很有兴趣啊，所以我就很好奇的问说，你的猫怎么样啊？最近啊？结果他就说他不养了，送人了。我很惊讶，我说才2个礼拜、3个礼拜，你就把而且还不少钱，他说他花了2、3万台币啊，就送人了，就这样子不要了，为什么呢？结果他就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搞猫，这个猫需要太大整天要我注意它，我觉得很烦，所以我就不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警报直响，你知道吧？就觉得哇，这样子你就随随便便就弃养它了。从猫就看到了人，是吗？对他的个性就是那时候我就很警觉的心里警报大响。我后来就没有跟他继续联系了。我想他大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出局的。我觉得上帝很有智慧因为从人来看，一个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对象。我回头过来想怎么会这么巧？就是用这个猫的这个经历，让我去看见一个人他的真实的个性。世界上有谁知道我过去有这个内在誓言，有这个伤痕，以至于带领我去像带领瞎子一样行不认识的道，走不知道的路呢？只有神，对不对？我后来回头想，我觉得上帝真是妙帮助我去选择我的 Mr. Right 正确的那个未来的对象，而不是去选我心里看为好的，或者是外面的社会条件看为好的对象，然后以至于我没有做错选择，以至于我能够进入到神所喜悦的预定好的婚姻。
我觉得回头想想啊，上帝用猫来帮助我找到我未来的另外一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故事哈！在外人或者说在没有信仰的人眼中，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小巧合。但是虽然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有他的绝对的目的的，而且呢，真的是我们没有那个眼光，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呢，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能够让一只猫就让你看清一个人，而看清一个人就改变了你的一生，因为你选择了你的另一半嘛。那这个另一半是要陪伴你一生的，而且这个另一半又是一个牧者，让你成为师母，然后将来在这一条永生的路上引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来归向神，同时呢让你也把你的见证讲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感受到，其实神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神是真的可以引领我们走我们实际的人生道路的又真又活的阿爸天父。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谢谢师母啊，今天跟我们开头聊了这个关于宠物猫的故事，我相信呢，这个宠物猫的话题呢还在继续。求你用我做你